想要拥有一个私有化、全能型的 AI 创作平台，看这里，从基础的文生图到一键提升图片细节，再到精准的局部重绘编辑，所有功能一应俱全，更有强大的多角度切换插件，极致的简洁与美学设计，这是你的全能 AI 创意中心，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。我部署到 Hugging Face 和 Model Scope 的 Space 中了，大家也可以部署在本地使用。这次我会系统性的跟大家讲这个项目的功能介绍、使用教程、本地部署和零基础搭建，所以内容会非常长，干货很多，大家可以去倒杯水。现在开始讲应用场景的痛点。很多公司想在内部普及 AI 工具，但是很多人没有 ComfyUI 基础。现在通过将 ComfyUI 工作流封装到网页中，可以轻松实现多用户并发访问。还有初学者想要体验模型的功能，但是显卡配置不行，现在也可以直接调用 ModelScope 的免费 API 生成图片。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界面的功能。左侧是导航栏，可以切换不同的功能页面，还有 ModelScope 的 API 设置，可以设置自己使用或者设置全局。所有打开这个页面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 API。我们先打开文生图的界面，直接输入想要生成的图片，最高可以设置 2K 分辨率。Local 模式是调用的本地显卡，左下角会显示在线使用的人数和生成队列，生成速度非常快。下面切换为 ModelScope 模式，这个就是使用的 API 免费生成，无需本地电脑算力。生成之后，左上角有 ModelScope 的标志，点开图片放大看，会显示分辨率和提示词信息，可以点击一键应用，就可以自动填写一样的提示词。向下滑动会自动加载历史生成的图片。下面我们切换为细节增强功能。拖入图片，滑块可以调节需要增加细节的强度，选择好直接点击生成。可以看到左下角的队列已经启动。这个是调用的本地工作流，所以无法使用 ModelScope 生成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增加了很多细节。左侧按键是放大图像，可以选择放大到 2K 或者 4K。切换到图片编辑模式，上传一张图片，可以随意编辑图片，例如将灯光改为伦勃朗光，生成的效果还不错。我们再看看生成的其他效果。Clean 的编辑能力非常强，而且速度很快，目前只能本地 Comfy 运行。过几天我会增加 ModelScope 的 API 调用功能。下面打开角度控制页面，拖入图片后会自动贴合在右侧 3D 控制视图中，可以便捷地调整角度，提示词会对应更新。现在是调用的本地运行，生成效果还行。由于使用的是 QNEdit 2511模型，所以你可以对图片进行其他编辑，例如改为夜晚效果，效果还可以。也可以调用 ModelScope 生成，比本地使用加速 LoRa 的效果好一些。由于我本地有5090和4090两张显卡，所以我做了多个队列，排队时智能调用2张显卡。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本地部署的方法。好，现在告别人机配音，我们正式进入本地部署的教程。我们先打开这个 trae.cn， 然后我们下载这个软件之后，好，现在我们打开这个项目文件，把我提供的这个所有项目全部下载在这个文件夹，然后打开这个 trae， 点击打开文件夹，找到这个解压的文件夹，点击选择文件夹。由于很多新人他电脑上不一定有很多那些依赖啊什么的东西，为了避免这种问题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手动操作，我们直接跟这个 AI 说运行这个程序，它就会帮你部署非常非常多的依赖，然后帮你解决这些问题。好，我们稍微等待一下，然后它让你安装什么东西，你就直接点安装就行了，没有的东西它都会自动帮你安，然后你就一步步的去运行就可以了，然后所有东西点运行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就已经打开了这个端口，
然后我们看一下预览，好，确实是打开了。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运行。然后我们如果想要停止这个，就按 Ctrl+C， 它就会停止。然后我们下一次如果要启动的话，就问它下一次启动的命令是什么。好，就可以看到它是给了我们这个启动命令，我们复制一下，然后在这个终端打开，直接运行，好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我想停止的话，可以 Ctrl+C， 在空白的地方 Ctrl+C 就停止了。如果它报错，把所有的这个报错复制下来，直接发给 Gemini， 然后让它给你解决，直接运行。这个就可以打开本地的电脑访问。如果你是部署在公司，你想其他人用，那你就需要找到你的 IP 地址。IP 地址也非常简单，然后我们在空白的地方右键打开 PowerShell， 输入 IP config， 它就会出来非常多的这个 IP， 我们找到192开头的，也就是这个 IPv4 的这个地址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，然后端口也改成3000。好，公司如果有其他人要用的话，就可以根据这个地址访问。好，现在确实是可以通过这个 IP 打开，所以你在本地部署了之后，如果要公司局域网所有人都能访问的话，你就可以这个样子给他们这个 IP 地址。如果你本地已经安装了一些依赖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打开，然后直接运行 Python min.py， 好，就可以看到在3000端口上就已经可以成功打开了，本地的端口就已经打开了。然后用记事本打开这个 Python 文件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下面这里有 config 的地址，默认是使用8188，因为我是有2张显卡，所以我还有一个4090的端口。如果你也有2张显卡，并且启动了2个 config， 你就把端口改成对应的就行了。一般端口都是默认的8188，然后就需要打开这个 workflow， 它里面带的这些工作流对应的是每一个功能，比如说 ZImage 对应的是这个纹身图，对应的是这个界面。然后这个 ZImage 的 Enhance 跟 Upscale 是这个的功能，如果你点放大的话，它就是调用的是 Upscale 的，如果你关闭放大只是做增强的话，就是调用的这个 Enhance。 然后图片编辑是调用的是 Cline， 最后角度控制调用的是2511。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工作流的特征。好，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用的是2511的 FP8， 然后接了一个这个多角度的 LoRa， 也可以删掉，因为2511自带这个多角度。然后接了一个加速的 LoRa， 加速 LoRa 是必须要的，这个多角度可以删掉，也可以，后面的就是常规的一些工作流了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Cline 工作流里面有好几个图片的。然后值得说一下的是，我用的这个将模型加载在内存里面的这个节点，因为我内存比较大，我有192G， 然后考虑到公司用的人很多，所以它频繁不同的切模型，这个有显著的加速效果。如果你本地内存比较小的话，你可以换成普通的 Unet 加载器，比如现在我把它换成同样的这个 Cline 的 FP8， 然后这个 Clip 也是同样的，换成8B FP8， 然后这个换成千问 Image， 然后把这个替换掉，然后把这个位置替换一下，把这2个删掉之后，我们点击这里导出文件，导出 API， 导出之后只需要直接粘贴进来，替换掉原来的这个工作流就可以直接用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Upscale 的 Upscale 是直接调用的是这个 CDVR2， 然后看一下 ZImage 的也是同样的，是用的 ZImage Turbo 的 BF16， 也是用的这个加载的内存的这个节点，你也可以自己去替换。好，然后这个 Enhance 是我之前发布的增加细节的。如果你想网页的所有功能都要在本地可以正常运行的话，
你需要在本地的 ComfortUI 把这几个全部都跑通，不能有报错。全部正常运行之后，这个网页就可以正常启动了。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Static 这里面，除了这几个功能的这个子页面之外，我还做了一个登录，可以看一下，也是相当的炫酷。然后鼠标滑过来就可以点击登录。因为我们是公司局域网调用，所以我就没有做登录的健全。不过这个登录界面我觉得很好看，就留给大家。它这个历史记录会自动加载，然后也会自动保存在 Output 的这个文件夹。可以看到左下角这里我做了一些主页的导航，所以我需要声明一下，我这个项目可以用来公司用、自己用，或者是从事任何非盈利性的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拿我的网页封装之后挂载在网页上面让别人充会员用。如果你非要用的话，你可以联系我，发动超能力得到授权。现在我就从零开始教大家怎么去搭建这种网站。首先我们在本地打开一个工作流，然后我们点击启动运行一下看一下，可以看到结果出来了。你必须要保证你本地能够正常运行工作流，才能导出成 API。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把文件导出成 API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下面这个是有一个隐藏的，按我们的直觉，我们觉得后台应该有一个快捷方式可以让它跳过或者是启用，但事实不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刚才导出的这个工作流，可以看到我们只要隐藏的东西是全部会被删除的。所以你如果想要在这个工作流里面接这个放大或者是其他的工作流，你不能用这种隐藏的方式去使用，你要不然就把它分成两块，就像我都把这个放大做了一个节点单独调用。当然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调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client 工作流，我们把不需要的先删掉。现在我们把不需要的全部都删掉了之后，我们就只需要保留图1、图2、图3作为输入。因为我们这个输入的网页也设置了3个图片作为输入，但是你隐藏的导出 API 会被直接删掉，所以我用了另一种方法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我们点击执行，可以看到当 switch 保持关的时候，它是直接输出第一个条件。如果我们打开再运行，它是输出第二个条件。所以说我是用这个 switch 来控制输入2个条件之后到底是输出哪一个，然后这个 board 只是控制这个开关是否启动，这个 board 只是控制图3，这个 board 只是控制图2。因为你导出之后你要做区分，所以你最好把这个命名给它改一下，改成你自己看得懂的标记。就像这个工作流，然后现在我得到了这个 JSON 之后，有2种方法可以快速的去做这个东西。我们来演示第一种方法，是最简单的。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项目，例如就叫challenge吧，然后将这个文件复制进来之后，然后我们打开 Tree， 或者是你使用 Cloud Code 呀，或者任何一个都可以。这个主要是免费。我们下载了之后，点击文件，打开文件夹，然后选择刚才我们新建的文件，点击打开。好，现在打开了之后，你可以直接跟它描述。好，我们现在写一个非常简单的需求，给我写一个调用本地 ComfortUI 8188端口，一般默认是8188。然后文件夹的 JSON 是工作流，网页需要包含输入文本和宽度和高度的选项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，我们现在需要改的是这个文本需要修改。第二个需要修改的就是宽度跟高度。你把这个需求发给它之后，它就会开始自动去建文件夹，自动去做这个环境，自动去做任何的，就是你只要是不懂的，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去做，非常的傻瓜操作。我们看到现在它已经给我们生成了这个网页，然后它就只生成了一个网页，我们需要让它继续做我们的一个完整的后端。现在我们告诉它使用 Fast API 建立这个后端，可以看到它就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开始创建各种文件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文件的这个后端的 Python 已经写好了，它自动创建好了。然后我们依次点击运行就好了。好，
好，可以看到现在走的是8000端口。我们可以看一下预览。好，现在我们在终端打开，输入 Python server 点 py， 好，运行。现在8000端口，我们打开一下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报错了，可以看到这个网页并没有加载进来，所以它这个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就跟他说，打开8000端口后，网页没有加载出来。好，现在它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，我们点击运行，好，点击预览，刷新一下本地的8000端口就已经出来了。点击生成，它就会生成。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跟他说遇到了什么问题，它就会直接在这个文件里面给你处理好。无痛编程，你完全不需要懂任何的编程知识，它会直接全部给你处理好。然后我们来讲第二种方式，可以看到它这个直接用这个编程工具生成的这个审美是相当丑的。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审美是非常好看的，这些各种 UI 动效啊做得非常的高级。就你为了避免这种做出来很垃圾，所以你必须要用 Gemini 的审美非常的高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让它给我建一个基于 Fast API 的网站，包含前端跟后端。同样的命令就是让它调用本地8188端口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，给我建一个基于 Fast API 的网址，然后包含前端跟后端调用了本地8188端口的 ComfUI， 需要有文本输入框和高度宽度的修改，然后以白色调为主，是要简约的苹果风。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工作流，把这个工作流所有的内容复制下来，然后发给他。好，它已经输出好了，我们就按它的这个名称，我们来建文件。首先建一个文本文件，然后把名字改成这个，然后右键文本编辑，将这个复制粘贴保存。第二个也一样，建文本，然后复制这个名字，然后记事本打开之后复制粘贴。好，直接运行。直接运行 Python 点 py。好，可以看到同样的是走的8000端口，我们刷新一下8000端口。好，没有出现，然后就看这里是需要安装依赖的，然后我们 Ctrl+C 停掉，然后安装一下依赖。好，再来运行。好，刷新一下，还是没有出来，就说明我们的目录可能有问题。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问他，像我们现在的目录全部都是在根目录嘛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名字都复制给他，然后我们就直接问他这几个文件要怎么放，他就会告诉我们。他现在有一个进阶的一个办法，就是把这个所有的网页都放在这个 static 这个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建一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跟他说已经把这个网页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了，让他重新给我完整的前端和后端的代码。我们打开之后给它粘贴，粘贴完毕之后我们继续运行。好，我们再来刷新一下8000端口。好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就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我们输入这个就可以正常生成。我们可以测试一下，输入一只猫，点击生成。好，我们发现我们后端没有运行，这里也拿不到结果，我们就直接跟 Gemini 说这个有问题，他就会给你改，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偷懒，他就只会改你哪里改一下。因为我们不会代码，所以我们不要看他那些乱七八糟的，就直接跟他说给我完整代码。我们不需要懂它是怎么去运行的，怎么去改的，只需要进行测试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粘贴之后，我们再重新来运行一次。好，我们刷新一下，再测试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后台也已经有任务在启动了，我们等待它运行。
已经生成出来了。这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工作流程。现在我们觉得这个网页显然不够高端大气，我们就让它把这个网页改一下风格。我们直接粘贴，然后刷新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其他的风格。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，就已经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如果觉得这个还是不够大气，我们可以让它再生成一个新的，来粘贴之后刷新一下。好，它就是这种。我们可以让它设计很多不同样式的一个风格，然后我们选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我们的网页的字数可以看到这个已经达到了28000个字符，这种的话 AI 改起来就会非常的费劲。像 Gemini 的话，最多15000个字符都可以比较听话听指挥。如果是太长的话，它就容易乱改你的东西。所以当你大的方向，比如说这个大的方向已经定好了之后，你说我想把这个这个按钮改成蓝色，如果你把这个网页所有代码复制给 Gemini， 它就大概率会把你其他地方也给你改掉。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我们就只能用这个工具跟他说，你把页面的哪个东西改成蓝色。这种就是要配合用，就是让 Gemini 给你先出这个设计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设计看起来非常的舒服有各种动效有各种功能，可以让 Gemini 给你出好了之后，后面你需要有一些小改动，比如说我想把这个icon 改成其他的一个什么，或者是我需要在哪里加入这种，比如说model scope 的这个图标。好，那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用这个去给它进行小的改动。总体上的这个制作思路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从这个工作流开始，然后导出成 API， 拿到了 API 之后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直接建这个前端跟后端，也可以发给 Gemini 让他去给我们写。然后我比较建议的是，你可以让这个先给你写好了之后，写好了可以运行的前端跟后端，我们先验证功能没有问题，因为前期会非常多的报错，我们可以让它先生成之后，然后我们拿到了这个前端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前端全部复制下来给 Gemini， 你说让它给我设计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前端，这种是效率比较高的，也是很容易解决那些新手的报错的。要不然你新手遇到各种报错，你光是解决就要非常费劲，它这个会直接全部给你解决。总体的这个流程跟思路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